各位棋友，今天我们继续为大家讲解牛头滚平炮对车最后一个变化的内容。我们就快速进入棋局。红方进车，黑方以屏风马应对。接下来红方发起中路进攻，黑方补后中路，跳马。好了，走到这里就是平炮对车最后一个变化。当然也有卒三进一形成两头蛇的变化，接下来我们为大家着重讲解。红方平车避让，退炮意在打车。此时一招上马暗藏玄机，红方依然是中路进攻，接下来进卒，目的很明确，回马踩车，红方当然是平车拦截。那么前面我们讲过，当前局面黑方有4个应对策略：上马、踩车、踩马、踩炮以及回踩兵。第二个是选择回马打车，车闪开的话，小卒继续往下冲。第三个变化是直接冲卒寻求交换，前面都是得不偿失。今天我们看黑方最为顽强的最后一个变化，回马，既守住自己的炮，同时踩着红方这个车，比较平稳。那红方这个车势必要闪开，在走开之前呢，这里有一个重要的思路，先摆兵一将军，依然是保留这个中路小兵的优势。黑方飞象，退车吃掉卒。好了，走到这里，当前局面黑方明显感觉到稍微不舒服的就是这一个小兵，可以说眼中钉肉中刺。将来摆兵的话，这里威胁黑方这个马，同时这里车马炮也不好开展。那么现在有车一平四捉兵，还有进车捉兵，我们分别来看。首先如果说平车过来捉兵的话，红方最为关键的一步棋就是进炮先守住，因为如果说你摆兵过来的话，进炮打马，那这样的话，比如说现在再冲卒的话，红方平兵，这个子力还得往回去，马上不来，出车捉兵的话，这一个办法显然不太合适。我们返回来为大家进入今天最为着重的进车过来捉兵。那么红方依然是进炮来一个丝线牵牛，当然这里进兵呢，进车捉兵呢，还有一招两用。最为关键的是这一步棋，上马借车生根，进炮打车，可以说非常的凶狠。那红方没有办法，只好把车闪开。此时黑方再上马，炮打着马，踩着马，两个抢一个，你闪开吧，我这里打底象，车马炮三子呈立体进攻的状态。那么红方也没有办法再次回来先挡住。现在这里势必要弃一个马，但是黑方再回来打一下，那这里来来回回交换的话，红方只好选择变招，品兵吃掉卒。目的很明确，我先手打着你这个车，同时还小兵吃着马，可谓是一下捉你两个。黑方仅此一个变化，选择上马拦截。好了，走到这里之后呢，红方上马，心想这个马保也保不住了，退也不合适，因为如果说马回窝心的话，这里再有马6进8的话就不太好走了。好了，黑方简化局势，选择上马踩掉，进炮再打掉马。很明显黑方在这里得子了，感觉非常不错但是红方是先弃后取，折返回来捉着黑方这个马。现在黑方这个马往哪里跳呢？前进，也只好选择上马寻求交换。在这里又是红方关键的一招，大家看看换作是你的话会怎么走呢？让你炮打着车，我上马踩着车，踩完之后将来上马挂角还是有一定的优势。红方在这里突施妙手，既然要交换的话，我先破掉你一个象，也是为后续的进攻做了一个有力的保障。黑方没有理由不吃，因为你再不吃的话，我这个车始终会丢，我不如再次砍你的中士，或者说品车吃炮抽你的子。
吃完之后再次寻求交换。好了，通过一个小小的手法，红方已经取得非常强大的优势。即便是黑方多一个大子，但是红方这个小兵呢也是不容忽视。同时中路有炮形成牵制，目的进炮底线，将军还要抽这个车。现在我们可以看一下，黑方这个车啊，他还没有好的地方可去。此时回马拦截。接下来大家看看红方又该如何展开进攻呢？这里可能呢，我们很容易走出这一步棋车9平8，出车抓炮，迅速把后方的力量启动出来。但是黑方既可以平车过来牵制，他还有进炮过来，形成一个压缩，结成弹子炮。即便是你炮将来闪开的话，他先出车碾压红方的空间。所以说在这里啊，这一步棋非常的关键。我们返回来，当前局面黑方他的弱点在哪里呢？红方先前弃车砍象，主要是为了给黑方造成一个缺象怕炮的弱点，采取后方好进攻。这时候红方重要的一步棋依然是针对他中路这个象下手。那黑方也没有办法，这个象明显是要丢，快速出车准备捉兵。红方先吃为上，打掉这里一将军，仅此一步出将。下一步棋要吃兵，红方采取平炮。同样，这为什么没有摆兵而是平炮呢？主要也是对黑方这个车啊实行一个封锁。下一步棋快速出车。当然，虽然说黑方现在多一个大子，但是红方已经形成了一定的火力集结。我们反观局面，黑方目前的缺陷是缺双象，他的子力呈一个分散状态，红方火力集中，比较容易进攻。当然棋局啊演变到这里，认为红方是大优，这也是需要一定的残局功夫，后续啊才比较好取得胜利。好了，棋友们，今天这个变化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。虽说没有前面杀的那么精彩，但是也是通过一个简单的棋理啊，为我们提升了新棋思路。今天这局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了。